上集说到战印接到苏南的电话，脸色越来越黑。查查是谁偷拍到的，把这热搜给我撤下来。怎么了？苏南说我和彤彤前天在医院检查的时候被狗仔队偷拍到，爆出来说彤彤不孕，我们夫妻俩去医院求医，却发生争执，最后我夫妻离开，这是被送上了管城娱乐新闻热搜，名次越来越靠前，有争热搜第一之嫌。你的身份摆在那里，但凡是与你有关的事都容易被送上热搜，特别是你结婚后，大家更想吃你夫妻俩的大瓜。那些狗仔队无处不在，消息最是灵通的了，让他们去当私家侦探，绝对称职。你们夫妻俩没问题吧？你若是有问题，生不出宝宝来，那就有很多男人要去看医生了。我没问题，但我生不出宝宝来，我只能配合着我老婆，让她生宝宝。海童若是，她也没问题，她就是压力大，但我家里人没有给过她生娃的压力，还是我带给她的压力，她就是嫁给了我，不得不面对这种无形的压力。战印又掏出手机打电话给苏南，苏南，帮我发一条澄清声明，我老婆还没有怀孕，是因为我想过两人世界，不想被宝宝打扰我夫妻俩的甜蜜，不着急要孩子。那天去医院是以为我老婆会意外怀上，检查后没有怀孕，我老婆跟我说想要孩子，但我还想和她过两人世界，因此才闹得有点不愉快，大概意思就是这样。替我谢谢外界所有人的关心，我夫妻俩的身体没有问题，好得很，我就是霸道，想独占海童，舍不得与别人分享他，哪怕那个别人是我们的宝宝，我也吃醋。我马上帮你发条澄清声明，那热搜的事还要追究吗？要告诉那些人，我的私事少管。再次结束与苏南的通话后，战印手机又响了。战印，我刚看到热搜了，你有毛病呀？你才有毛病，我好得很。咱们都是男人，你就算有毛病，跟我说一声，我也不会笑你的。我认识几个专治男性不能生育的医生，要不要介绍给你？我好歹是你表哥嘛，我是盼着你们夫妻俩好的，我也想早点升级当表舅。战印，虽然咱俩不对付，但我绝对是真心实意想帮你的。你是不是有毛病？这个时候可不能再瞒着，有病就得治呀。伤无痕，我没病，我身体好得很，我家彤彤也没问题。我当然知道海童没问题，我表妹一看就是个身体好、好生养的人，她这么久还没有怀孕，肯定是你的毛病。伤无痕，我再说一遍，我没问题，我好得很，谢谢你的关心。说完，他摁断了电话，谁知道手机又响了起来。伤无痕，我说了我没问题。战总，是我，君然。武少呀，是我，海小姐怎么样了？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武少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海小姐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战总刚刚说你没有问题，我认识神医先生的，若是有需要，下次看到他老人家时，我可以帮战总牵线，让神医先生帮你瞧瞧。战印忍着没有冲君然发火。君武少，我没事，那是狗仔队胡编乱造，我夫妻俩都很好，结婚这么久没有要宝宝，那是我不想和别人分享我的老婆，哪怕那个别人是我们的宝宝。我理解的，战总没事就好。老神医跟我们家颇有渊源，以后战总若是需要的话，可以跟我说一声，我一定会帮忙牵线的，介绍你和神医认识。谢谢武少的关心，想笑就笑。他们说别看有些男人瞧着牛高马大，其实是不能生的。东明，你瞧着也是牛高马大，你行不行呀？他们给我介绍了很多医生，还给我很多偏方，要不要也给你介绍介绍医生？战印，我先谢谢你的好意哈，我怕啥？我有杨洋了，别说我也没有问题，就算我有问题，有杨洋就够了，我特喜欢杨洋。此时高跟鞋的脚步声响起，陆太太看到两位大总裁在病房门口站着，径直走过来。伯母，战印，你陆伯伯认识几个不错的医生，你需要吗？谢谢伯母，我不需要，那是胡编乱造的。我夫妻俩身体很好，我们是不想太快生孩子，破坏两人世界。那天去医院，是我以为彤彤意外怀孕，带她去检查的，后来是闹了点不愉快，彤彤想要孩子，我不想要，就闹了的，并不是报道的那样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嘛，看你们夫妻俩都是生龙活虎的，不可能有毛病，若有毛病，商太太早就不知道急成什么样子了。海玲在里面，我能进去看看她吗？可以。陆太太，海童，我来看看你姐，你夫妻俩在这里照顾着你姐，不需要东明再留下来帮忙吧？我看她憔悴得很，想带她回家休息休息，作为朋友，她也帮得够多的了。妈，陆太太，我们劝过陆总回去休息的，我姐这里有我夫妻俩守着就行，我大姨和小飞下午也会过来替换一下，我很感激陆总的帮忙，改天我姐伤好出院了，我必定备上厚礼登门重谢陆总的。朋友之间能帮就帮，东明和战印是铁哥们，他又是个讲义气的人，岂有坐视不理的？就是我当妈的，看着他这副样子心疼了点。那行，你们也要注意休息，我先带东明回去。老娘说了这样的话，陆东明都不好再留下来。彤彤，
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我们不用过于担心的。况且姐对东明没那份心思，东明喜欢姐是东明的事，姐未必会接受他。咱们先看看吧。撇开陆总的身份地位，他是个不错的男人。若是我姐想再嫁，我是很赞成我姐和陆总在一起的，不图陆总的身份地位，是图陆总的那份担当。你说的也对，现在说这些都还早着，我姐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再嫁。你说你什么眼光呀？咱们圈子里多少名媛千金，你都看不上，看上海玲那个离婚女人。别说她离婚带个孩子，就算她未婚，我都不能接受她成为我的儿媳妇。我觉得我眼光挺好的，海玲很好，我就看上她了。离婚带个孩子怎么了？我就喜欢杨洋这个孩子。最先我是冲着杨洋去的，那孩子长得真好呀，又聪明，像我。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他老娘一巴掌。你脸呢？你要脸不？人家杨洋是姓周的，周洋，还像你，不要脸。像你，他若是真像你，是你的血脉，妈就算再不喜欢海玲，看在孙子的份上都会捏着鼻子认了。但杨洋是你的种吗？我是说杨洋的聪明劲像我，又不是说杨洋是我的种。我倒希望杨洋是我的种了，可惜他不是。不过无妨，我给他当后爸也是一样的，后爸也是爸，我对他好，他会接受我当他爸爸的。陆东明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接受海玲，我不允许你和海玲在一起。她离过婚，生过孩子，她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适合你的人是茵茵这种女强人兼名门千金。不说我们陆家门庭，仅是你自己的成就，你不觉得海玲配不上你吗？你是陆氏集团的大总裁，她只是小小早餐店的老板，租的店铺还是你的呢。你们俩有着云泥之别，不是妈瞧不起海玲，而是事实。东明，婚姻讲究门当户对，你和海玲不适合的，趁早死了那条心，好好的和茵茵交往。在孔家的宴会上，你和茵茵不是聊得很欢吗？你们一起跳舞的时候，简直就是郎才女貌，天设地造的一对儿。妈，我的婚姻我做主，是我要娶老婆过日子，不是妈。我觉得海玲很适合我，就适合我，我不觉得她配不上我，是我配不上她。我又老又丑，除了钱比她多一点，我哪一点比她好了？她就算离过婚，都比我年轻好几岁。她现在就像一朵绽放的花朵，美得很。我呢，满脸横肉还有刀疤，半夜不用化妆出门，能吓哭孩子。又快40岁的人了，我还配不上她呢。满脸横肉，你横肉在哪里？你就算破了相，也是个帅哥。你以为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，妈就同意你们俩了吗？做梦吧！我的事干嘛需要妈同意？妈若是喜欢海玲，能接受她，我和海玲婚后可以经常带着杨洋回家看看你，陪陪你。你若是不喜欢，我名下多的是房子，我一家3口能把小日子过得美美满满的，不会影响到妈的心情。况且人家海玲还不喜欢我呢。妈，你看看你的儿子，连海玲都不喜欢我，你还好意思嫌弃海玲吗？你该嫌弃的是你儿子。若是海玲肯接受我，嫁给我，让我结束当和尚的日子，你该对海玲感激涕零。你总算能把你滞销的小儿子推销出去了，你还该给海玲很多很多的钱作为报酬，防止海玲退货给你。陆太太瞪着儿子，数次张嘴想说什么，又说不出来。妈，我对于茵茵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，感情是不能勉强的。我不爱于茵茵，我就不会勉强自己去和她一起。妈还是跟于茵茵说清楚，别耽误了人家。你想让妈同意你和海玲在一起，除非天下红雨，母猪上树。妈，你还是先担心你儿子能不能拿下海玲吧。你还真要去追求她？妈，我以前不知道自己的心思，这一次海玲受伤，知道她受伤后，我很害怕，心好痛。我虽然性子粗，没有苏南那么细心，却也不傻。我明白，这就是在乎，这就是爱。我在乎海玲，我喜欢她，既然喜欢了，总要去追求的。难不成一直暗恋着，坐等她主动上门嫁给我？哪有这么好的事？陆东明，我正式警告你，不准你去追求海玲，否则别怪妈做出什么事来。经历了风雨的爱情更能长久，妈有什么不满的都可以冲着我来，不要去找海玲。你要是伤害了海玲，陆家与战家的关系也就完了，还有与商家的关系也会跌入冰谷。妈，你好好想想，咱们管城最顶尖的2大豪门都被你得罪透了，对咱们陆家损失有多大？况且你的阻拦也不能让我死心，我不会听妈的安排，妈也不要想着掌控我。陆太太气得除了干瞪眼还是只能干瞪眼。这个儿子很独立，像以前堂堂陆家4少爷居然去混江湖，如果不是他奶奶的死把他拉回来了，他现在估计混成了道上的大哥大。此时于茵茵回来了。茵茵，你去哪里回来的？我和3位嫂子去逛街了，买了不少东西都在车上呢。东明，过来帮我拿一点，我给你买了好几套衣服，等会儿你看看喜不喜欢，尺码应该合适的，我是问了阿姨的。我让人出来帮你拿。妈，我先去睡觉了，困死了。茵茵，你别管这小子说什么，
做什么他就是个欠抽的。阿姨，我没事。陆四哥不是叫人出来帮我拿东西了吗？他这样安排已经很好了。那个臭小子，气死我了！茵茵，你可得加把劲呀，把那个离婚女人比下去。都不知道东明那小子的眼睛是怎么长的，他怎么就喜欢海玲了呢？我们最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，海玲不是受伤了吗？她昨晚在医院里守了一夜，现在才被我拉回来休息的。总之，阿姨只认你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是绝对不会允许海玲嫁入我陆家的。陆四哥向海玲表白了吗？没有，他也是海玲受伤了才看清自己的心。阿姨，这是我们3个人的事，你让我们自己处理吧，我会努力的。能不能追到陆四哥，我也不敢保证，我只能说我会尽力去追求我的幸福。阿姨，你不要在背后做什么小动作伤害海玲，我就算要赢也要赢得光明正大的。茵茵，你这么好，东明怎么就不喜欢你呢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每个人欣赏的不一样，我或许不是陆四哥喜欢的类型吧，或者是我来得太晚，让陆四哥先见到了海玲的好。阿姨，你也不用愁眉苦脸的，陆四哥都快40岁的人了，他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？我会努力的，但阿姨不要对我抱太大希望，反正我尽力就好。以前陆太太看着儿子肯创业，觉得儿子懂事上进了，由着儿子折腾。现在儿子独立惯了，陆太太才知道，过于强势的儿子，她这个当妈的是拿儿子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周家人来医院看海玲，被战家保镖挡在门外。听说海玲醒了，我们来看看她。我们大少奶奶说了，海小姐还需要静养，不宜吵闹。你们知道她脱离危险了就行，不必进去打扰海小姐静养。我们就是来看看海玲，看看就走，又不打扰她，你们让开，我们要进去。红英，我们也是关心海玲，又没有坏心眼，就看看她也不行吗？这时候病房里的海童说话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谢天谢地，海玲，你终于醒了，谢谢你们来看我，这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海玲，这是姐的一点心意，给你买营养吃的，脸色这么苍白，可得好好的补回身子。我姐不需要你的钱。海童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替你姐收着，咱们这里的人探病时都会给个红包的，这是风俗习惯。周母也拿出一个大红包，母女俩把红包塞给了杨洋，让杨洋拿着，然后母女俩赶紧跑了。周父也识趣的跟着跑，不让海童退回红包。只有周红林还站在那里，看着海玲欲言又止的。海童想让周红林把红包带走，谁知道杨洋不肯放手。这是奶奶和姑姑给我的红包。杨洋，这2个红包要还给你奶奶和你姑姑，咱们不要他们的钱。奶奶和姑姑给我的。海童他还是第一次知道外甥竟然是个财奴。海玲，你好好养伤，有空我再来看你。周红林想说的话最终没有说出来，只说了句客套的话就走了。彤彤，他们给了就收下吧，以往他们给过洋洋红包，洋洋收他们的红包收习惯了，给到洋洋手里，你想要走很难的。洋洋，你这是要存老婆本了吗？我给妈妈存着，存多多的钱，以后给妈妈买大房子住。咱们洋洋真乖，知道存钱给妈妈买大房子住了。妈妈，给你。先让你小姨拿着，等妈妈好了，妈妈再拿回来存着，好不好？小姨，你要记得还给我哦。你还怕小姨吞了你的钱呀？此时外面传来了阿七的声音：大少奶奶，二少爷带着宁大小姐来了。让他们进来吧。玲姐，这是宁大小姐送给你的，愿你早日康复。海玲姐，对不起，大小姐怎么向我道歉？从一开始，事情就是因我而起，海童是为了帮我、救我，才会跟我妈结下梁子，我妈现在被抓了，她会受到法律的惩罚，但我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，我理应来向海玲姐道歉。海玲姐，对不起。宁大小姐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你别自责，这件事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彤彤的错，是那些人太过于丧心病狂。云初，你们家里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大伯昨晚连夜赶了回来，不过他也做不了什么，唯有给我妈请个最好的律师，在我看来是改变不了什么的，有些事他也脱不了关系，估计他很快也能进去与他的妻女团聚。邪不能胜正，只要他们做过的犯法的事，总会被查出来的。海童，谢谢你，真的太谢谢你，你因为我的事被卷进来，我每每想起都愧疚不已，对不起你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跟奕晨说，他会帮你的。麻烦二少爷了。不用叫他二少爷，那样显得太陌生了，就叫他奕晨吧。你是我朋友，他是我小叔子，你们也认识了一段时间，
算是朋友了。战逸晨投给嫂子感激的眼神，宁云初只是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俩人走后，商太太母女来了，战英也从外面进来。他刚才是去找海玲的主治医生了解海玲的伤情，也担心有后遗症。彤彤，你带着洋洋跟战印回去吃饭，下午都在家里休息。我和小飞在这里看着你姐就行，晚上你们夫妻俩再过来守夜。彤彤，听大姨的话，姐看你现在憔悴的样子，心都痛。姐没事的，姐死不了。姐答应了，爸妈要好好的照顾你和洋洋，不会反悔的。你快带洋洋回去休息。彤彤，听姐的话，我们先回去休息，休息好了，晚上才能守夜。奶奶把那位大师请到山庄里了，也在等着我们回去给洋洋看看呢。那我们就先回去吧。我陪着你跑了一趟医院，中午你请我吃饭。二少想去哪里吃？战逸晨还没说，他的手机铃声响了。你大伯打来的电话。我想他是急了，想找你帮忙吧。我在开车，不方便接听电话，你帮我接一下吧。你不想咱们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话，就快帮我接电话。宁云初不得已接了电话。二少，方便吧？我请你吃饭。大伯，二少在开车，不方便听电话。云初，你和二少在一起呀？你跟二少说一声，我请他吃饭，问他方便不？你也和二少一起过来吧。二少，我大伯说请你吃饭，问你可否方便？方便呀，我们现在不是正要去吃饭吗？你跟宁总说，我们在宛城大酒店等着他，让他速来。大伯，你听到了二少说的话吧？好的，我现在就去宛城大酒店。你大伯找到我这里来，让我帮忙的话，大概又是让我对你负责，要将你嫁给我。你嫁是不嫁？上次想非礼你的那个混蛋，孔老已经用家法伺候了他。我跟你说一声，你妈他们找到那位姓孔的，是想到孔家在宛城的声望，连我大哥都敬上3分的。孔家嫡系一派，很正派的，跟你妈他们也没有交情。你妈不得已才找了个孔家旁系的旁系来帮忙，要把你送给对方当玩物。谢谢二少。你欠我多少顿饭了？记着账，等你眼睛治好了，天天做饭给我吃。二少请我当厨师。你不是要嫁给我吗？我不需要厨师，我就缺个老婆。老婆做饭给老公吃不是很正常？你要是不会做也没事，我会做。我们家兄弟在我奶奶的折腾下都会做饭的，烧菜的本事还一流的呢。战二少爷，我没有说过要嫁给你。是你大伯说了，让我娶你，对你负责的。他左右不了我的婚姻。你是嫌弃我长得丑，不想嫁给我？二少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，怎么会嫌二少长得丑？二少爷，婚姻是大事，不是过家家。我和二少充其量只是有过交集，连男女朋友的关系都不算，如何能谈婚论嫁？结婚不一定要以男女朋友关系为前提的。我大哥娶我大嫂的时候，领证当天刚见面，现在还不是好好的，夫妻俩好的蜜里调油，任谁看了都是羡慕嫉妒恨。你要是想先成为男女朋友关系也很容易，我现在就当你男友，咱们就是男女朋友关系了。二少都不用征求我的同意吗？那你同意吗？我配不上二少，高攀不起，还请二少不要再拿我开涮了。你说你怎么配不上我？我改一改，让咱们俩很配。我是个瞎子。这个问题呀，那我无法自戳双眼，让自己也变成个瞎子。不过我可以请最好的医生帮你治好眼睛，这个不是问题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二少，我在您家是个透明人，你娶我得不到半点好处。你在您家是透明人有什么影响？你嫁给我又不用在您家生活，在我战家，你不是透明人就行，我也不会让你成为透明人的。我娶老婆需要什么好处？真要说好处，你也带给我好处呀。天冷的时候，让我有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不就是好处？宁云初无言以对。你的户口本在你这里的吗？干嘛？在你这里。你大伯再提出要求，让我对你负责任，我们就随时都可以领证结婚。二少，我没说过要嫁给你，我也不喜欢闪婚。二少要找闪婚对象，停了车，在路边拉一个女孩子就可以闪婚。那咱们先慢慢的谈着恋爱，一步一步来。二少，我们也不是在谈恋爱。那行，咱们先不谈这个。不过云初，我是越来越喜欢你的，对你没有半点嫌弃。战二少爷，云初，你们来了。宁总久等了。没有的事，我也是刚到。二少里面请，我订好了雅间。云初怎么会和二少在一起的？我去医院探望海玲姐，偶遇的二少。二少好心要送我回家，路上就接到了大伯的电话。海小姐怎么样了？脱离了生命危险，我代替我妈去向她赔礼道歉的。云初，那件事未必是你妈做的，在还没有定罪之前，你不要说是你妈做的。没有证据，
警方不会把我妈从家里带走，参与那天的事的人都没有一个人跑掉的。大伯就算刚回来也该听说了，我相信警方不会冤枉我妈。宁总有什么事直接说吧，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，更不喜欢猜测。二少就是豪爽，我就喜欢二少这种性格，那我就直接说了，二少救过我们家云初，云初当时的狼狈样，甚至可能春光外露，都被二少看过了。我也向二少提出过要求，对我们家云初负起责任。大伯，我没有春光外露。你那天晚上穿的晚礼服很好看，宁总，我好心救了你家侄女，你却赖上我，让我很是寒心呀。就像别人在路上好心扶了个老人，却被赖上要负责任一样，寒了做好事的人心。以后我再遇到那种情况，我是救还是不救呢？再救几个女孩子，女方家长都要求我对他们负责任，我岂不是得娶好几个老婆？咱们国家只允许一夫一妻制呢。这二少爷，我侄女和别人不一样，她眼睛看不见，二少不对她负责，她以后都嫁不出去了。大伯，我不嫁人，我也不需要二少对我负责，我没有任何的损失。那个晚上我没有被对方占到便宜，不需要二少对我负责任。云初，我答应过你爸的，要把你抚养成人，再帮你找个好婆家。大伯没有照顾好你，让你失去了光明，大伯已经愧疚不已。要是再不能帮你找个好婆家，我以后若死了都无颜见你爸。这二少爷，你看看，宁总这样说的话，我要是不对宁小姐负责，宁小姐就要当一辈子老姑婆了，我怎忍心让宁小姐当老姑婆呀？宁小姐，战二少爷，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。大伯，你不要再逼着战二少爷对我负责，我不需要。大伯本意不是这个，你还不如好好的和二少爷说清楚，何必拿我来当说辞？二少爷，我大伯真正的意思是想让你出面帮忙调解一下，让你大嫂姐妹俩出谅解书，好帮我妈争取轻判。不是真心让我娶宁小姐的，宁总，其实我是愿意对宁小姐负责的。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看着赏心悦目，眼睛看不见也无所谓，方便我欺负她，想怎么整她都可以。这二少爷，我太太怎么说都是云初的亲妈，你和云初若是结婚了，那就是你的丈母娘，你愿意看着你丈母娘落难吗？海玲是你大嫂的亲姐姐，你去替你丈母娘求求情，大家以后都是亲戚了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能不能原谅你丈母娘这一次？我保证她出来后不会再做对不起你大嫂姐妹俩的事。宁总，不要太快跟我攀亲戚，你侄女说了不用我负责任的，我们两家人现在不会成为亲戚。你要是生意上有困难，我或许看在你侄女的份上能帮就帮一把，但是这件事嘛，我不会帮你。你太太别说还不是我的丈母娘，就算是我的丈母娘，她犯了罪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，我不会替她说情。宁总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我大嫂姐妹俩不会出谅解书的，这饭我就不吃了。除了对宁小姐负责这件事，宁总可以找我，其他事情都不用找我，我帮不上忙。说完，他拉着宁云初就走，留下宁总一个人坐在那里，脸色一阵黑一阵白的。